因為在東京看過Luxan&Angel的精彩表演，就會有一個念頭冒出來，應該日本不會只有這一家有這種表演吧？那其他場子長什麼樣子呢？果然查到網絡上有其他人在介紹，東京的確有一些其他的歌舞秀表演場，但查得到名字，裡面的表演形式還有收費方式卻很模糊，沒有查到很清楚的說法，所以我今天就來探個路。我先試的這間叫 Carnival， 翻譯過來叫做嘉年華，它的位置在東京莆田站附近，那麼我就姑且稱之為莆田嘉年華好了。這間有官網，還有官方的 LINE， 裡面有班表，還有各位舞者的介紹。其實照片還蠻多的，大家可以先進網站逛逛，人多到眼花繚亂，搞不好有你很喜愛的菜。這裡一天的表演是3場，在價目表裡有分當場跟全天費用的差異。我確定要預約位置之後，發現他們並沒有很簡易的預約程式，而是要到他們家官方 LINE 裡面，依他們給的範例填寫預約資料。裡面包含預約的人名、到達時間、電話號碼、總人數，還有你希望坐在哪個號碼的位置。先用訊息列給他們做書面的預約。可是我看他們的範例裡面，好像沒有說到要怎麼注明你是要看當場或是全天，而我只寫了個到場時間。也許官方這樣就默認我會看全天3場吧。如果你有全天或單場的疑問，再用他們的 LINE 問問看吧。我遞交了預約資料之後，官方回我想訂的 S24 位置已經沒了，換另外一個 S1 的位置好不好？我一查這位置就在舞台的正前方，根本就是帝王位了，所以好，當然好。我回復接受之後，他們傳給我一個信用卡的付款連結，我線上刷好了卡，過一陣子他們回復已經確認款項，至此就算是完成訂位了。這天我到了莆田，想說場次是7點開始，我可以像其他的秀場先提前一點時間進去等吧。但我6點40幾走進去之後，卻被工作人員請出來了。原來晚上7點是指入場時間，不是指表演時間。在毛毛細雨之中，我等到了7點，跟在另外一個老兄的後面進了場。我先拿出手機翻譯了我有預約的日文給櫃檯人員看，然後報我預約的英文名字 Jackie。工作人員一聽到我的名字，沒有查資料，馬上就表示知道，這反而讓我覺得怪怪的。這時，另外一位女的黑服拿着入場須知來到我的身邊，先替我套上了一個黃色手環。我不確定綁這個的用意是因為我是預約客戶，或者是其他原因。然後她拿着英文的入場須知講解了一些場內規則，主要是裡面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禁止拍照攝影，然後禁止觸摸舞者，只可以擁抱，更禁止喝到泥醉，不能騷擾其他客人。這條規定看起來有點奇怪，主要是因為飲料放題是包含在門票裡的，也包含所有單杯的酒精飲料，因此才會提醒客人你不要喝到太醉哈。女黑服講解完這些規定之後，推開一面鏡門，帶着我進入這個主要以 T 台組成的場地。踏入場內，看到前一位付現入場的老兄就坐在我的旁邊，這樣我終於懂了，原來今天預約的客人只有我一個，怪不得他們根本不用查我是不是在預約名單裡面。場裡面的位置不多，沿着舞台邊坐了一環，然後靠兩邊牆還有後方有一些零星的位置，但中間的走道就蠻空曠的，不像Luxan&Angel或是阿波羅比往將整個場子塞得那麼滿。我預約的這天是星期天，照理說客人應該會不少吧，但從我7點入場到10點多離開，場裡面的人都做不到50%。一開始只有6、7位，後來晚一點時人多了一些，但最多也只有15、16個。這不知道是這一個秀場的一般情況，或者是我到的這天剛好就這麼少。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，禮拜六他們的生意會好很多，因為嘉年華這裡的官網也有列出舞者班表，禮拜六的表演者明顯比其他天多很多，顯然週六才是他們家最熱鬧的時段。說回場裡的狀況，入場時會有幾位舞者在裡面穿梭招呼，他們都穿着3點式的比基尼，不過裡面都還是有貼胸貼，下面也是套2層，所以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性感。比Luxan&Angel再性感一點，但跟阿波羅比起來就是小巫了。但因為這天客人太少，比舞者的人數還少，所以舞者就很有空跟你閒聊。
這裡一樣可以拿手機出來當翻譯機，只要不拿起來拍照就行。所以我就靠着手機翻譯跟舞者們溝通，而我想得到的話題有限，就變成每位舞者過來，我就用同樣的套路再跟他們說一遍，像是說我是台灣來的，你是哪裡人啊？大部分問到的都是東京人，但有問到2位是從大阪來的。然後我問他們這裡的台灣客人多嗎？他們都回說不少，台灣、香港、中國的都有。然後他們都會問我是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，我就說是從網絡上知道你們的消息，然後補了一句，聽說你們跳舞跳得很好。這句一翻譯出來，好像把舞者都樂壞了。舞者還跟經過的同伴不斷宣傳。我算是這類娛樂場所的小白，不過這也讓我學到了一點，人是互相的，想要在這類地方玩得開心，不能只當自己是客人，等別人給你情緒價值。你如果也能多誇誇，給他們一些情緒價值，彼此的氣氛就會更愉快。後來我問一位舞者表演有哪些時段，他跟我說了一大串，大概1小時都有2回以上，一直到過12點。但因為時間比較零散，所以我就覺得不用特別去記了。後來又有別的舞者拿了一塊粉色的板子，上面有寫小費券的購買方式。這裡小費券1份10張，價格是1萬日元。不免俗的，我先換了1份。在預約這裡之前，我有做好心理準備，當然也是給想來的同好一點叮嚀。這種不算是純表演的消費場所，如果你像我一樣有預算考量，小費也要一併列入你的總預算，這樣你在場裡面心裡會比較踏實。不過來之前我沒有查到要準備多少才算是合理，是這一次進場才明白的。後面我又整理出一份公式，等一下再慢慢算給你聽嘿。另外，當你入座之後，桌面上放着飲料單，那你可以隨時參考續杯。還有一本是瓶裝酒或者是小費彩禮的名目表，這些都可以讓你翻閱參考。不過很可惜，場內禁止拍照攝影，不然我很想照回來慢慢研究。然後大概是7點20開始，會先做2段的表演。第一段是4人的群舞，在台上跳了一陣之後，4個人都會下台，分散在走道裡進行更近距離的表演。第二段是一位舞者在台上做鋼管秀的 solo， 說實在表演得很棒，看得出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。我想嘉年華會被去過的人稱讚他們舞蹈出眾，獨舞應該就是他們表演的強項。我在這裡看到幾段獨舞的表演，有鋼管舞、空中吊環，另外還有空中瑜伽之類的表現，結合了舞蹈跟特技。這方面算是跟 Lux Angel 跟 Super Spa 明顯不同的地方。甚至還有一段舞者帶着球，穿着韻律體操的衣服出場表演。我十分懷疑這位舞者可能本來就是練韻律體操的選手。另外，吊環表演還有一段是將大鐵環吊在我旁邊的走道，等於就在我的身邊演出。這時候還有別的小姐姐蹲到我身邊護着我，怕我不小心亂動被舞者掃到。不過她的擔心是有點多餘的，因為我比她還怕。每一場表演完，舞者都會輪流來到舞台旁跟觀眾打招呼。這時候其實也不用勉強，你會很自然的想撕小費對他們打賞。而他們拿小費時也有一些花招，像是比着腰側小酷酷的袋子，讓你把小費夾進去，或者是請你把小費券含在嘴巴裡，他再來口對口的接過去。總之，除了獨舞的強項之外，這裡另一個賣點就是擦邊的挑逗。雖然入店時進場須知裡明明白白的告訴你禁止觸碰表演者，但他們沒跟你說的是，他們沒有禁止舞者觸碰客人啊。所以常表演者來招呼時就跟你碰拳握手，或者是跟你擁抱一下。有時候他們來旁邊陪你一起看表演時，還會若有似無的將手放在你的大腿上，甚至會讓你感覺你的內內碰到我了。我想女生不可能自己頂撞到人卻沒有感覺吧，這一定是故意的啦。所以我覺得在這裡經營的就是一種擦邊的色氣，台下的互動是，台上的表演也是。舞者表演最大的尺度是穿着紗質或是流蘇的上衣，但裡面有貼胸貼，甚至是直接用大片的胸貼上陣。雖然性感，但都在合法的範圍之內。
簡單來說，就算有警察來這裡盯場，也找不到有實際違規的行為。另外，它有一個特殊的時段，印象中叫做 Love Time， 舞者還拿着板子來特別跟我解釋，在這一段時間，你可以發小費給你喜歡的舞者，他就會來跟你做親密的互動。不過說實在，大概就是擁抱的久一點，或者是舞者在你面前做一些較撩人的姿勢，但還是有分寸的擦邊。檢察官是不會起訴的。另外，會在表演中間穿插跟客人互動的遊戲，有的是可以畫一張券上台，讓舞者對你進行各種挑逗；有的是玩小遊戲，贏的會有獎品。像有個套圈圈的遊戲，我被拉上台，其實挑戰算是失敗的，但是舞者幫我跟主持人求情，所以也送給我這個印了他們家名字的手燈。另外還有一段是拿了5個監獄的遊戲上台，徵求志願者上去挑戰。坐在我旁邊的老兄搶先舉手上台，他上台後氣定神閒，手那麼一抖，木球就全部接住了。後來第2位挑戰者失敗之後，後面的 DJ 就直接叫 Jackie 桑 Jackie 桑。我呆了一下啊 Jackie 叫我嗎？其實我英文名字不是叫 Jackie， 只是之前發現日本人看到我的英文名字會露出困擾的神情，所以我就想成龍 Jackie Chan 在日本很有名，應該日本都會念他的名字吧。所以我在日本餐廳寫定位名字的時候，都會臨時改名成 Jackie。好，畫面轉回現場。我想既然 DJ 在叫我，這裡也是同樂的場所，我就姑且上台一試了。在 DJ 的倒數聲中，我往上一拉，每個球都精準的掉下去了。說實在，我在台灣是很怕丟臉、很驚的人，但是在日本沒有人認識我，我好像有一種丟臉的豁免權。另外，中間有一段時間，2位舞者拿着攝影時間的告示牌上台。看到旁邊的小哥拿起手機開始錄影，我也就跟着把相機打開。這就是這場子裡少數可以攝影的時間。2位舞者在台上擺拍了一陣子之後，才又舉起另外一張攝影終了的牌子。其實我是比較想拍攝表演的部分，但或許是他們的表演服尺度都比較開一點，所以表演的部分都是禁止攝影的，可惜啊。再來說到小費的環節。這裡一份10張1萬日幣，等於1張小費1000日元。拿63 Angel 的小費來比較好了，63一張小費等於面額是200塊，而 Super Spark 一張等同於100日元，嘉年華分別是63的5倍 ，Super Spark 的10倍了，算起來很貴，非常貴。不過因為1張小費就有1000塊的價值，所以舞者收到小費的心態就跟上面那2家的表現完全不同，讓人感覺他們收到每一張都特別高興，不像 Super Spark， 因為小費的面額太低，甚至舞者沒有很積極來跟你爭取的感覺。但反過來說，如果你的預算有限，可以換的小費券數量就變得有限，給小費就變成一件要仔細斟酌的事。像我的預算只有2萬，換下來只有20張。但這天表定的舞者有16位，而且因為客人比舞者還要少，所以同一位舞者1小時內都會來跟你打好幾次招呼。如果因為他不是你的菜，你就跳過去不發，你自己都會覺得有點抱歉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每一位舞者我至少要給1張我心裡才過得去。因此我算出來了，在這邊消費的基本公式就是像我今天進場前查班表是16位舞者排班，我預定的費用是11000塊日幣，那麼我抓的預算最少就是16乘以1000加上11000等於28000。如果你的預算少於這個數，等於有人你沒給到小費，你會有點不好意思。所以最後我換了2份的小費，再加上預約的費用，一共是31000塊日幣。老實說，這個場所的花費金額是超過我的消費能力了。同樣的預算，足夠我去跑3間脫衣舞劇場，還包含斗內。所以各位看官啊，我有一半入場的原因是因為你們要幫我點讚啊！在大致都體驗過後，手邊的小費券也都發完了，我就從桌下拿起包包準備離開。
不是我不想看他們後續還有什麼表演，而是因為我的小費已經花光了，光看不打掃，我會覺得過意不去。但如果再掏錢包換小費下去，我回台灣連吃土都要挑便宜的土來吃了。總結，在這裡玩的是否能夠盡興，是取決於你的消費能力。如果你有，就可以在這裡獲得對等的情緒價值。我離開時，場內3、4位舞者一起送我到門口，我跟他們揮揮手，結束了這次的嘗鮮。如果拿Luxor Angel跟嘉年華這裡做比較，嘉年華的入場費比較便宜，全天商場的票價比一場Luxor Angel前排的定位席還要便宜，而且嘉年華包含酒精飲料都是無限續杯，酒單也很豐富，就連你點個烏龍茶，他們都會有3種調酒方式讓你挑。在表演方面，Luxor Angel是群體戰，人數多又熱鬧，而嘉年華是單人的特技表演更有看頭。在小費方面，嘉年華就明顯比較貴，但他們給的擦邊尺度就更大一點。如果我說的預算問題在你眼中不是問題，那你應該可以在這裡盡興而歸的。以上就是我在這間東京莆田嘉年華的體驗心得，想去的人可以參考一下嘿。